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叉社大力神的新成员推土机，盒子依旧是这个侧面印着峰会啊，其实还挺长的。现在叉社的产品都不带说明书啊，纸品只有一张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，一个塑料的金色电镀小号。 单体的小枪，2张替换脸和非常复古的元祖漫画式的头雕，合体的手臂连接部件。这次的这条小臂可以打开一个盖子，里边的空间挺大的，可以把这些多余的配件都收纳装进去。玩具人形包装，身高22公分左右。相对来说，大力神的这几个成员里边，推土机的角色挺难做的，很难做的好看。但这一次呢，叉社也算是舍弃掉了一个形态，合体纯粹靠零件来找补。 而兼顾下来的是人形的状态下，身材比例还挺好看的啊。这一回叉社最厉害的点在于胸口这一块的密度压缩以及形状的转变。背后来看的话，倒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头雕空洞。头雕的造型基于元素把控的还是可以的。胸口的这一块是一个整个的大合金筷子，也是用那个铲斗 真实的畸变出来的，也算是一个质量转换的技术啊。不过用肉眼看的话，因为是金属零件上的漆，会和塑料的原色有一定的色差。倒是这个体型、身材比例修的都是可以的。头部可动，360度旋转，点头抬头有一定的幅度。肩膀平举，这里边是合金的关节，360度旋转，并没有齿轮。 往前有一段拆开的卡扣，可以实现蝴蝶关节活动。二头肌360度，胳膊肘这里是2段曲臂，可以叠起来，但是肘关节这里折开会有一定的脱肉感。手腕可以旋转，下3指连在一起的可动手。腰部360度旋转，设计了独立的弯腰关节，幅度还是挺大的。胯部前踢，里边是那种很细微的小齿轮关节，90度没有问题。 后踢大概40-50度，侧抬的话大概70-80度吧。膝盖这里是2段齿轮关节，里边有挡肉的零件，也做出了履带的造型刻画。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，脚部是整脚的接地，下边这一块也都是合金的脚来支撑它的一个配重。但是吧，我总感觉跟之前的那个清扫机一样，这块的连接关节偏细，总感觉挺危险的。 毕竟中间还有一个卡扣啊。先从胳膊这里开始编起，我们需要把手臂拆一下，折开90度，腾出来这个更大的空间，然后顺里边掰开，同时卸出来中间这一块斜插进去的板子，拉出来以后，顺着这里边打开，再打开这块板，旋转个180度，接着拳头团一下，转横一些。 从这里边顶一下银色的零件，把它捅出去，外侧的这个盖子就被顶开了。我们把它翻开，这一块先折出来，手腕掌心冲上，180度收纳进去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肘关节拉平，然后一个伸缩的滑道推进去，把这块卡住，小盖板放回来，顺着这个二头肌的旋转关节拧一下，把这一块有棱的面和倒角的面对齐。 另外一条胳膊，我们同样快速的变形。脑袋我们先旋转个180度。 后边的这一块顶棚，通过里边的关节先把它拉松。胸甲下方这里有2个锁点，给它拨开。这个时候再把上方的3处暗扣打松，拉出来。脖子的这一块打开和肩膀位置连接的锁扣撬开。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腰身先撇到后方，再完全的拉开，哎，延展出来。肚子里边容纳的东西还是挺多的。稍微的调一下镜头，把里边的这一根拉出来，根部这里是有一个滑槽的，把它拉开。肩膀这个地方还有一段扣子，再给它拆开。斜三角的区域，然后我们折叠一下。
把它暂时的先摆放在大概的位置上，搁这儿就行了。肩膀头子的2处方块位置，左右2个小板子折进去，然后根据根部的旋转关节拧个180度。脖子这里的这一段里边有一个片儿，我们先把它折叠对折起来，再拧个180度，把头隐藏到腹腔里面。这时候往下放，再撩起来。这一块是座位的靠背部分，2个顶棚我们立上来，后边有插扣啊，可以先定位一下。2条腿的变形，把后边这个关节的盖子遮上来，锁住。整个的大胯左右劈开，里边的滑道中间其实是有一个无损的咬扣的，拉出来之后，脚底的这2块打开这一块连接转轴的卡扣，这一块小心一点，我总觉得挺纤细的。然后脚尖这一块的板子再稍微的折开，顺着这里边翻折过去以后，旋转向上，再跟这里扣子对准结合，形成一个90度的板件。另外的一只脚同样打开这一块，打开扣子，往内折叠，顺着这一块的轴旋转过来，这块的板子立过来以后，有一个小的卡扣，定位结合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把2个脚中间的插扣定位结合，然后打开2块前裙甲，顺着胯部的关节90度放倒下来，然后左右胸下边这2个小半圆往上提一下，腰部一个90度，顺着弯腰关节先折下来，注意前方这里拉平。根部这里还有2个滑槽，在插的同时把这2个滑槽往下压，前方这一块缠斗的位置旋转180度，左右的双关节延展开，进行一个扩胸，往下折叠。下方这里翻出来一个面板，这里有2个挂钩，把它锁住。上方的这一块再抬起来，然后根据这一块的一个双关节往下折，这里边明显能看到有一个缺口啊，里边是带锁扣的，锁在这个桩子上面，进行 Z 字折叠贴合。这一块用点力把它插到底，锁住之后，这里的2个小插扣再进行结合。根据这个关节把手臂折过来，然后在这个位置的插点和手臂上边有一个连接，侧面的这块板子的边缘插扣跟这里边进行一个搭边。先把这一块让进来，好，把这2处的插口结合上，侧面结合好之后，再把前方的中网进气格栅盖子插扣定上。在中间这里有一个凹槽处啊，其实正好是夹这个原装棍子的。我们先把这一侧摆好位置，另外一条手臂再往上合并，稍微的转一下，从这个轴转过去，先把这一块插上，再把上方这里小臂的位置结合，然后边把双臂中间的插扣插合，边调整侧面这里的卡扣，旋转这个转轴，把这里的扣子也钉上。好，前方这里注意中间的转轴位置有没有夹进去。调整起来还是有一些麻烦的，因为中间有非常多的维度锁定点，你要同时的进行。当你把这个缠斗完全的夹在这个凹槽里边，才算变形到位。最后上下结合，2条腿夹住中间所有的扣子之后，这里边有2个档位插在后方这里，挂住。整体来说，变形的过程并不算复杂，而且这个变形的体验也算是比较新鲜的那种。整个的一个缠斗做成了这种真实的隐藏收纳，质量转换以后缩小了，变成了真实的胸甲。而这一块身体的部分90度翻折以后延长开，再把中间的这些东西都攒到身体里边去啊。但是载具形态下也有问题，比如说侧面这里这一块面板的隐藏收纳并没有做得很好看啊。首先这儿有一个窟窿，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个堵窟窿的板材啊，这漏着一个孔。
然后就是侧面这里边会多出来很多转轴以及卡扣的位置，放在这里有一些有碍观瞻。再加上前方这一块缠导，其实只靠中间的一个旋转的圆桩这样去固定的话，总感觉不是很靠谱的样子啊，因为这一块毕竟太重了。翻开这块板子，我们可以看到靠背、座椅这些地方的刻画。叉社现在尤其对于这个驾驶室是非常执念的啊，这回在大力神的成员里边也都把这些东西刻画了出来。合体形态的变形呢，其实说起来也挺简单的，但是我也偷个懒儿吧，先把后方顶棚这两块扣子掀开，然后靠背90度折下来。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左右的这两块零件旋转个180度，但是呢，你需要拆这两条手臂，这块中间的扣子会非常多啊，挺难密合的。咱先把这块拉开，腾松一点点，然后撬开下方这里的两个插扣。给大家解决一个偷懒的做法就是啥呢？它脑袋替换的时候是一个插桩，我们可以直接往出翻，拔开脑袋的插桩，把脑袋留在里边。哎，这一回左右这里翻开就不会干涉了。在90度折叠回去的时候，注意对准后边的脖子旋转桩，因为中间的这块板也是可以旋转的嘛。调好对准，给它怼进去。好，很偷懒的一个转换方式啊。如果你担心掉漆呢，还是不要学我，老老实实的把这手臂拆开吧。接着后边这里的双段关节，我们往内捅，两边要同时的进行。顺着多出来的这个凹孔啊，把这个关节继续往前塞到这两个侧面去，顶棚盖下来，让这一块变方。哎，腰部呢，这个时候有一个滑槽，我们可以顺着下方这里来看，往前推它，把这一节拉出来，换一个扣点。从履带后方的这个插孔挪到前方去，结合之前呢，掏出这一块肩膀的合体零件，对准插孔把它夹住，所有的连接在一起，再用这两个钩子把它锁住。下方的这个直接滑槽往里滑，这里边有两个插扣点，侧面这里还让出来了另外一面的插扣和无损咬扣的一个避让空间。插到底，压紧，记得把下方最后的两个凸点都插到位。哎，这样就结实了。往上挪这一节操作空间呢，也是为了这个肘关节左右旋转的时候不会干涉到。整体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偷懒的设计做法，运用到了两大块的替换零件，来找补出来了一个合体的形态。上半身其实就是一个车型的状态啊，转换了一些细小的位置。那这样的话做下来的，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为了保证人形的一个比例。真要说这一块的手臂做到一体变形，收纳到身体里边，那这个第一个变形的复杂程度会很多，第二个这个人形的状态绝对保证不下来。载具形态下，其实就是这一块面板不好看，其他的元素倒是也到位了。那总结一下吧，叉社啊这一套大力神都是那种零件替换式的合体过程。说实话，这个做法真的挺偷懒的，但是最终保证下来的这一次缠赌机的人形又是一个身材比例，包括在一些变形结构上边还算是一个挺亮眼的存在。伪装形态下一般般。倒是这一条手臂合体完成以后，最多就是保下来了一个美型。你在变形的过程中变这个合体形态，几乎是没有什么乐趣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叉社的大力神可以想象得到，最后保证下来的是一个合体美型的造型度，但这个过程啊，真的是没有什么玩法的新意，纯靠配件堆砌起来的一套大力神。那我们也是可以期待一下最终这一套的完成效果究竟如何了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叉社的缠土机设计的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